真正的强大无需声张。看过这么一句话，人生就是在水上撑船，每个人都要经历无数场风浪。生活起起伏伏，命运波澜不定，我们会站在峰顶，也会掉到谷底。越是无能的人，就越喜欢在其中声张，试图用言语去掩盖自己内心上的匮乏。一，男儿不愿。之前看《朗诵者》的时候，有一名叫做赖敏的女孩令我无比动容。她在21岁被确诊遗传了家族的企鹅病，手脚不受控制，走路不稳，后来就连说话也不清楚了。医生断定她最多活到30岁。23岁那年，她的父亲车祸去世，9天后，她的母亲也跟着去世。很快，相恋7年的男友也和她分了手。失去亲人的悲伤和病痛的折磨就像2座大山，论谁来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。可她却没有抱怨，而是鼓起勇气对自己说，与其在家里等死，不如出去看看。于是在好友的陪同下，她走过了4万多公里的路程，在100多个城市留下自己来过的痕迹。后来她的故事被广泛关注，有记者问起这些遭遇，她只是笑着说，当你什么都没了，你还可以微笑。如今的她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，在四川理塘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客栈。在别人看来本该怨声载道、自暴自弃的人生，有些人却在努力扛住苦难，吞下抱怨，拼命生活。罗曼·罗兰说过，生命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，整个生活贯穿着痛苦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天生的幸运，难免要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。有的人勤劳本分地做着小生意，结果一个失误赔上了多年的存款。有的人在公司兢兢业业做了10几年的工作，因为一场整改就被迫下岗。还有的人原本过着简单平淡的生活，结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就打破了安稳。人生在世，没有谁活得容易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。可如果任由自己沉浸在抱怨中无法自拔，又怎么有精力去抓住机遇，抓住运气呢？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，如果你常常流泪，就不能看见星光。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坦然面对；与其抱怨黑暗，不如提灯前行。只有松开抱怨的双手，才能拥抱明天的美好。就像彩虹总在风雨后，苦难之后总会有值得期待、值得努力的回报在等着你。2. 苦而不诉。余秋雨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，你万箭穿心，你痛不欲生，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。毕竟针不扎在自己身上不觉得疼，雨不浇在自己头上不觉得冷。感受这件事，谁也没办法替代谁。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大婶，在地铁上四处询问回家的路，有热心顺路的人让他跟着自己一起走。那位大婶便开始向周围解释自己现在的处境，自己一个人在乡下孤苦伶仃，没有人教他怎么坐地铁，儿子在城里工作，也不肯亲自开车送他。前些年老伴过世了，过几年自己要是不行了，怕不是都没人知道。地铁上的人都对此冷眼相看，而那个热心的人到站了，也急匆匆地想摆脱他。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体谅自己的难处，但生活本就是各有各的苦，没人愿意为你的负面情绪负责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如此，这位问路的大婶也是如此。心里的垃圾倒在外面，没人会替你收拾，只会招来更多的嫌弃。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多年前看过的一则小故事。每逢年关的时候，庙里香火旺盛，前来求签诉苦的人络绎不绝。接待的小和尚忙里忙外，问师傅，为什么有那么多施主来庙里诉苦？师傅笑着说，因为施主多是苦主。小和尚又问，那为什么师傅从来不诉苦？师傅摇了摇头，因为越诉苦，人越苦。苦才是人生常态，每个人都有委屈想倾诉的时候。但当你以为可以一吐为快的时候，才发现诉苦无非是扒开伤口，把经历过的疼痛再感受一遍。一味地向别人诉苦，
不过是在用海水解渴，你喝得越多，反而越渴。听过这么一句话：人生在世，注定要受许多委屈。一个人越是成功，所遭受的委屈也越多。成熟的人不是不辛苦，他们只是偷偷地把崩溃调成了静音，把苦楚消化成了前进的动力。崩溃是每个人的权利，但藏不住的崩溃只是伤痕，藏住了的才叫勋章。当你撑过苦难的浪潮之后，就会明白，自己才是最好的港湾。3. 喜而不扬。围城里有这么一位张先生，他为了彰显自己和洋人来往的得意，说话总有个特征，在中国话里夹杂着无谓的英文。钱钟书先生在描写这一段的时候，不惜笔墨讽刺他。他并无中文难达的心意，需要借英文来讲，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，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，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，表示饭菜吃得好，此外全无用处。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像这位张先生一样的人，有一丝自以为是的得意之处，便要满世界显摆，恨不得人尽皆知。然而炫耀不仅带不来尊重，反而会招来别人的反感。唐代诗人张孝标多次参加科举考试，都以失败而告终。在老朋友李绅的勉励下，最终考中了进士。欣喜若狂之后，他得意洋洋地写了一篇诗寄给李绅，即地权盛时正官，兼安度了出长安。马头渐入扬州郭，为报时人喜眼看。他在长安挑了一匹高头大马，特地给马鞍镀了一层金，然后大摇大摆骑行回家。等快到了老家扬州，再把父老乡亲叫出来，让他们好好看看从京城回来的新科进士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李绅看到这首诗，便回诗批评他：假金方用真金镀，若是真金不镀金。很多时候，你的自吹自擂，在别人的眼里不过是跳梁小丑的哗众取宠。毛姆在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写道：你要克服的是你的虚荣心，是你的炫耀欲，是你的时刻想要冲出来出风头的小聪明。喜而不扬，是一个人站在高处的清醒，也是一个人内心强大的证明。一个人不需要从别人身上找到自己的意义，成功也不需要依靠和别人对比来证明。真正了不起的是你成功时的低调，是你得意时的谦逊，是你露出锋芒时的收敛。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。作家冯唐说，每个牛人都有一个笃定的河，这样在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。人生在世，本就是高低起伏，波澜不定。任何时候，一个人最大的靠山是自己，最终的归宿还是自己。真正内心强大的人，习惯独来独往，懂得悲喜自度。4. 不假于人。庄子说，独来独往是谓独有，独有之人是谓至贵。那些内心强大的人，往往在孤独中成长，在孤独中沉淀。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生性孤僻，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家中伏案独坐，撰写文章。除了跟编辑和译者打交道，他几乎不与其他人往来。别人热衷聚会时，他躲在屋里闷头写作；别人四处结交人脉，打点关系时，他就在家里构思小说脉络。马尔克斯年轻时收入微薄，妻子没有工作，2个孩子需要抚养。他从不低头向别人求助，除了本职工作之外，还兼职为许多媒体撰写专栏，以补贴家用。母亲患上癌症不幸去世，悲痛欲绝的他选择用文字治愈自己，因为他明白这个世界终究是人与自己的关系。无用的社交除了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。自己的痛苦和难处除了自己扛，他人爱莫能助。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年轻时因战乱四处流浪，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，父亲却因病去世，而自己又被乡绅诬陷，
锒铛入狱。出狱后，他原本以为能过上安稳的日子，却又因女儿陪嫁之事被告贪污，随后又是妻子猝然离世。命运对他如此不公，但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，而是奋笔疾书，在字里行间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想起季羡林先生《悲喜自度》里的一段话：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，人间万千光景，苦乐喜忧，跌宕起伏，只能自度。在生命这场艰难的旅途中，没有谁能成为我们的摆渡人。越是难熬的时候，越要自己治愈自己；越是跨不过的坎，越要逼自己迈过去。物不假于物。18世纪，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在巴黎的艺术沙龙中帮了一个叫乔弗兰夫人的忙。对方为了表示感谢，送了他一件华贵的猩红色睡袍。狄德罗收到后非常喜欢，连忙扔掉自己的旧袍，穿着新睡袍在家里踱步。可他总觉得不对劲，周围的家具破旧不堪，脚下的地毯粗糙无比，根本无法与新袍匹配。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扔掉旧家具，更换新地毯，将家里里外翻新了一遍。可当他待在奢华家里时，并没有预想的开心，而是身心俱疲。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绑架了。一味追求物欲，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。看淡身外之物，懂得向内修行，才能感受真正的富足。导演宫崎骏被誉为世界最出色的动画电影导演之一，但是面对荣誉，他表示：我不需要荣誉，我只需要一个撑起自己人生的理由。比起游走于名利场，他更喜欢独自钻研电影制作的技巧。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，通过阅读哲学、文学、科幻等书籍来充实心灵，亦或者出门垂钓、观星，以此来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放松。在人人都急功近利、渴求名望的时代，他却把自己阻隔在喧嚣之外。生命平庸，功名利禄再多，终归不过一抔黄土。给心留一份清静，不断丰富自己，才能在这浮躁的世界中体面从容。6. 修炼灵魂。杨绛先生说，人生实苦，终其一生，我们都要不断修炼灵魂，完善自我。当你磨练出了平和的心境，即便遭遇高低起伏的境遇，也能淡然面对。1985年，小说家东野圭吾凭借《放学后》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，于是他辞职在家全心写作。然而往后10余年，他没有写出一本出彩的小说。外界的人戏称他为被江户川乱步奖讨厌的男子，妻子无法忍受他毫无作为，离他而去。最后他只能每日靠借款度日，租在不足10平方的平房里，上厕所要跑到屋外，屋内还常有蜈蚣光临。但面对这些，他并没有在意，只是保持着以往的节奏，继续写作。终于在1999年，他的秘密荣获了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。2006年，他又凭借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一次拿到了日本文坛5项大奖。至此，他稳坐日本畅销书作家的位置。但面对如此殊荣，他却很少走上领奖台。无论是被授予瑞典林乐奖荣誉奖，还是日本文艺评论大奖，他都没有出席颁奖典礼。要么通过视频电话发表谢词，要么直接消失在公众视野。他把更多的时间拿来阅读、写作、沉思。命运加诸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无法在他的内心掀起波澜。因为专注于自己的创作，无论低谷还是高峰，他都能保持淡然的心境，也写了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。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。真正内心强大的人，就像东野圭吾一样，不轻易被环境左右。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，自然能在自我修炼的路上越走越远。作家赵一曾说，林徽因身上有一种不慌不忙的坚强，能够迎风面对一切。林徽因一生跌宕起伏，小的时候父母感情不和，她整日要听母亲歇斯底里的谩骂。成年以后，
好不容易日子步入正轨，又逢上战争，只好四处避难。面对眼前的苦难和外界的纷扰，他从不对抗也不解释，而是坦然地接受，从心底找到一份淡定与从容。他曾说，我相信每一个困难的背后都有一个成长的机会。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烦心事。战争年代，林徽因并不是唯一一个受苦的人，他的朋友、同事们都在经历着类似的苦难。我们不妨想象一下，那些艰难岁月里，林徽因和她的朋友们是如何互相扶持，共同度过难关的。正如作家辛迪·芬奇所说，我会允许一切自然发生，并将之视为生命的风景。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，你若持续抵触反抗，只会在绝望中迷失自己。不如把心放宽，学会释然，无论好的坏的，允许一切发生。生活中的风浪不仅仅是灾难和痛苦，有时候也是机会和挑战。林徽因在战争中并没有停下她的创作，她继续写作、研究建筑，并在困境中找到了一些灵感。或许正是这些风浪，让她的作品更加深刻，更加有力量。7. 允许无常。诗人曾风有诗云：不如意处人人有，未放心时时是非。人生海海，生命的底色便是无常与苦难，有着太多的糟糕和不幸。有的人就因此而浸在痛苦里，苦着脸，皱紧眉，最后丧失生活的勇气。而内心强大的人，总能够风轻云淡般视之，允许并接纳所有的事与愿违。1927年，林徽因与相识10年的梁思成结婚，可幸福的日子还没过几年，战争便爆发了。林徽因夫妇只好跟随单位迁往川南大山中的一处穷乡僻壤。这里人烟稀少，没有他喜爱的热闹与繁华，更没有爱喝的咖啡与牛奶。简陋的农舍中总是潮湿不堪，滋生的老鼠和蟑螂也在房间四处游走。恶劣的环境使他康复多年的肺结核复发了。没过多久，他又收到了弟弟在前线牺牲的消息。丈夫梁思成和朋友傅斯年等人担心他想不开，每天留人守候在左右。没想到面对这一切，林徽因却说道：都这样了，还有更糟糕的吗？此后的日子，林徽因慢慢调整心态，并尝试拖着病躯走出家门。看着山中美丽的景色，她的心胸也跟着开阔起来。她不再唠叨生活，抱怨命运，而是慢慢地接受了这一切变故。就这样，她的身体也一天天地恢复了。人行于世，面对生命的无常，最重要的是接纳。我们既然改变不了世界，不如试着改变自己的内心。毕竟生活总是苦多乐少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苦中作乐。霍达在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中写道：人生从来没有蓝图，它有黑暗，也有花火，有灾难，也有希望。遇见什么由老天而定，但选择什么由自己而定。你要能享受得了顺风顺水，也要能接受事与愿违。学会放平心态，允许无常，幸福才能如期而至。8. 允许羁绊。曾有网友问蔡澜先生如何看待别人的负面评论，蔡澜先生只回了4个字：不理没事。为人处事就如烹调美食，有人喜欢，也自会有人厌恶。面对那些攻讦讥谤，你若事事入心，只会徒增烦恼。林徽因在美国留学时曾结识了冰心，两人以朋友相交。回国以后，喜欢热闹的林徽因经常在家举办文化沙龙，邀请文人前来参加。出于热心，他还盛情邀请了冰心一起参加活动。谁知冰心一口回拒不说，还在报纸上先后发表了2篇文章攻击他。冰心把他说成是一个年老色衰的老姨太，是一朵混迹于风月场所的交际花。文章里对林徽因极尽讽刺挖苦，并将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。因为此前林徽因的前卫思想早已令众多手旧派不满，冰心一下子点燃了外界对林徽因的诽谤，
很多人就跟着攻击他。面对曾经好友的攻讦与旁人的流言，林徽因十分伤心。可他始终未置一词，没有在报刊上澄清，更没有大吵大闹。此后的日子，林徽因每逢周末照旧举办沙龙，工作日就全身心投入到建筑上。外界流言如开水沸腾，而他不搭不理，自顾自安静生活。结果不到1个月，报纸上就再无半点动静。现实中就有不少人都受不得一点批评，但凡听见一句诽谤就火冒三丈，愤然回击，最后却把自己气得无心工作，生活也被搅得一地鸡毛。很认同挪威的森林里的一句话：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，你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。不论全世界所有人怎么看，你都不该因此打乱自己的节奏。人活在世上，没办法令所有人满意。不理解你的人，你再怎么解释，他也会曲解你，继续批评你。嘲讽你的人，任你如何反击，他也会充耳不闻，只管讥讽。与其为那些负面声音惶惶不安，不如把心放平，专注于自己。当你能够允许评价与非议，时间一长，他们自会随风飘散。不被外界的噪音动摇，守住了本心，就赢得了人生。9. 允许不同。康德曾说，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，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，但我可以尽可能地去理解。这世上没有2个完全相同的人，就如没有2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所有的人都有着各自的偏好与生活方式，不存在高低，更没有什么对错。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同，允许别人做别人，才是最清醒的活法。林徽因一生从事建筑研究，也希望儿女们能喜欢上建筑。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，她便带着他们到处参观古建筑，培养兴趣。在儿女的学业上，她费尽心思，尤其在建筑相关的物理上，更是手把手教学。谁知在高考中，向来成绩拔尖的梁从诫竟以2分之差落榜清华建筑系。林徽因因此大为恼火，便去进行了成绩复核。她看到了儿子在物理试卷上写下的一行小字：我不喜欢建筑，我热爱历史。林徽因当场愣了神，这才发现儿子的兴趣与自己大相径庭。看着儿子无声的反抗，他顿时醒悟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不必强求与自己完全一致。回到家后，他没有责怪梁从诫，更没有逼着他复读，而是鼓励他投身于历史。在林徽因的支持下，梁从诫最终成了一名知名历史学者。生在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，有独特的习惯，也有不同的价值观。即便你最为亲密的人，也无法与你亦步亦趋。就像这个世界从不只有黑白，而是五彩缤纷。允许不一样的色彩出现，才是一个人内心强大的表现。很认可媒体人杨明远的一句话：人生从来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，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他人的选择。在生命的道路中，不只有一条车道，也不只有一种活法。学会接纳别人，允许别人与你不同，是一种善良，更是一种清醒。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，一位师傅指着面前一块长满杂草的地，问小和尚，怎样让它不长草？小和尚想了想，回答说，每天拔草。师傅微笑着摇摇头，拿出一把种子撒向田地，然后慢悠悠地说，草拔了还会再长，拔也拔不完，只有在这块田里种满鲜花，才能改变这片荒草地。生活这片道场中，杂草也无处不在，也许是旁人的攻讦和重伤，也许是命运的刁难和无常。他人的事，老天的事，去辩驳，去对抗，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，徒劳无功。这世间最强大的力量，不是对抗，也不是征服，而是允许、接纳后的理解与超越。当你以一颗从容心看世间不平时，生命的土壤自会开出灿烂的花海。正如杨绛先生所言，
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路遥说，靠自己生活的人，灵魂都是安宁的。人世浮沉，我们不会一直顺风顺水，与其寄希望于他人外物，不如内求自足，不断丰盈和强大自己的内心。一书在《直至海枯石烂》中写道，做人凡事要静，静静的来，静静的去，静静努力，静静收获，切忌喧哗。失意时要静最难，少不免牢骚抱怨，成功时静更难，人人喜夸口炫耀。生活起伏不定，高潮有时，低谷亦有时。只有让自己安静下来，才能坦然面对一切波澜。真正内心成熟的人，从来不将自己的情绪轻易显露出来，因为他们懂得真正的强大无需声张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